我刚穿越修仙界就身中丹毒，只有寻求道侣双修才有一线生机。但我万万没想到，修仙世界居然也要彩礼。道友，你的相貌我勉强算是满意，接下来我们谈谈彩礼吧。啊，彩礼？修仙世界娶妻也要彩礼吗？300灵石一座灵脉仙府，房契上只能写我一个人的名字。什么？我1个月的薪水才300灵石，这修仙世界的彩礼怎么比穿越前的那个世界还离谱啊？那李道友，敢问你1个月收入几何？我在胭脂阁做女侍，1个月能有2枚灵石。你的薪水这么低，凭什么要这么高的彩礼？就凭我的姿色。告诉你吧，我前男友可是月薪10枚灵石的修士。我今天看你老实，算是可托付之人，没想到你连这点彩礼都拿不出来。你可以走了。我不再说话，而是起身走出房间。我应该是史上最悲催的穿越者。在我掌控这具身体之前，原主因生活所迫，一直给炼丹师试药，把身子彻底给搞垮了。现在不仅无法修炼，而且如果不能清除体内丹毒的话，寿命最多还有5年。所以我只能另辟蹊径，来姻缘阁找一位道侣双修。公子唠得咋样？他看不上我。没事儿，跟我来，这里啥都缺，就是不缺姑娘。肯定有一款适合你。这位是张姑娘，你们俩好好唠。我与这位张小姐交谈片刻，双方都觉得颇为合适，很快谈到成亲的事。秦道友，你我既如此投缘，我也愿与你成亲。你只需给一些微薄彩礼。又是彩礼吗？张姑娘，你想要多少？我来自飞云宗外的慈山镇，按我老家的风俗，女修嫁人，夫家需给500灵石，外加一座灵脉仙府。不过我知你不易，灵脉仙府就不用了，只需一座有庭院的2层小楼即可。这彩礼委实太离谱了些，能否实际一点？我嫁给你，就要伺候你，以后还要给你生儿育女，得意在你，吃亏在我。倘若日后你不能筑基，你我2人合离，我总得要一些保障。你我尚未成亲，你就在想和离了？况且我们成亲，更多是为了研习双修之法，并非要你伺候我，你怎就吃亏了？对，若日后我俩若能双修，那就是我助你修行，这点彩礼更不上什么。张姑娘，双修本就对双方有益，为何独是你助我修行？既是双修，若我日后得大道，位列仙盘，你500灵石就娶了一个仙女，你岂不是张姑娘，你的要求恕我难以接受，告辞。咋样？这2位姑娘虽如花似玉，但心比天高，彩礼更高，我高攀不上。秦公子莫急，我再带你看看其他女修。接下来，王婆又带我看了数名女修，但无一例外都要求不菲的彩礼，我根本拿不出来。秦公子，女子要彩礼本就是天经地义，她们只是想要未来夫君的一个态度。你若彩礼都给不起，如何让人看到你的诚意？我无言以对，忽然想起了前世父母催婚，我也是经常去相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对方总是会提出堪称天价的彩礼，说辞与刚才那2位女修竟是别无二致。我只是想要一个保障，要你一个态度。我月薪3000，但月薪上万的男人根本配不上我，这点彩礼都拿不出来，怎么让我看到你的诚意？王婆，我若能轻松拿出天价彩礼，又何必来相亲呢？我默默地离开了姻缘阁，一个人行走在冰冷的冬雪中，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身体冷，心里更冷。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不管在前世还是在修仙世界，生活都是一样的残酷。第2天，我又请了1天假来相亲，为了活命，我只能继续碰运气。哎呦喂，秦公子，你来的正好，大喜大喜呀！王婆，你就别拿我开涮了，我这样子何喜之有？你知道魔门覆灭之事吗？自然是听说过，魔门覆灭与我相看道侣有何相关？魔门多年来掳掠圈禁了无数女修，如今魔门覆灭，这些女修都已获救，只是她们深陷魔窟多年，身心和修为有损，不少人都急于找一个合适的道侣作为依靠。彩礼方面自然也不会要太多，现在就有几位获救的女修，在我们姻缘阁，你若有意，我这就去给你安排。哦，那就麻烦王婆了。我在大厅安静坐等，旁边不少男修搭话聊天，交流经验。女修要求太多，彩礼也太高了。那些事儿你们听说了吗？据说天禄山一战至少陨落了上百筑基，10余名金丹，甚至还有几位元婴，这才击杀了魔门门主和魔门圣女。这一战想来极其惨烈。听说那魔门圣女夏青莲相貌身材都是极品，
就这么死了？可惜可惜呀！那可是魔门妖女，小心吸干你的骨髓。魔门圣女，那可是个尤物。秦公子安排好了，随我来吧。好，我可以与你结为道侣，不过有几个条件。刘姑娘，请说。我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将来不打算再生育。我希望你能将我子视若己出，你是否能做到？我知如此对你不太公平，所以彩礼就不要太高了，200灵石即可。对了，听说你在翟雨巷租房住，我希望你至少在彩凤街买一座居所。我不想孩子跟着我受苦。秦征云，我有一个姐妹，40多岁，带着2个孩子，上个月刚嫁给了一位筑基大修，彩礼1000灵石，1把上品飞剑，1座灵脉仙符。见你不易，我才降低了许多要求，你莫要不知足啊。刘姑娘如此美貌，的确不应委屈自己，千万不要放低要求。相信你总有一日也能嫁给筑基大修。告辞。谈得如何？王婆，若剩下几位也是这样的，那我就不打扰了。秦公子，剩下几位真是魔门获救女修，据说在魔门内遭遇颇为凄惨，他们的彩礼绝对不高。你再看看，也许有天赐良缘呢。领石300，灵符2座，飞剑1把。累的。秦公子今日便如此吧，以后我再给你留意。我想找一名道侣。千里姻缘一线牵，良缘就在姻缘阁。道友，你来对地方了。敢问你对道侣有什么要求？炼气2层冰火双灵根，难修即可。这位道友，我就是炼气2层冰火双灵根。那你要多少彩礼？彩礼是什么？道友，我身无长物，也没什么亲朋好友，摆不起酒席，你可愿意与我成亲？这位道友，你要多少彩礼？彩礼是什么？终于让我碰到一个不拜金的女孩。哪儿来的傻女人，连彩礼都不要，你一定会后悔的。姑娘，我摆不起酒席，也没什么亲朋好友，你愿意和我成亲吗？这位姑娘还不知道你的芳名。我姓邱，名之和。邱姑娘，你为何一定要找炼气2层且冰火双灵根的道侣？我和家人被魔门圈禁数年，期间他们都惨遭毒手。我获救后孤苦无依，必想寻一名道侣共度余生。由于我体质特殊，只能和冰火双灵根的男修修炼。那你老家在哪里？还有其他亲戚吗？我老婆比前世的明星都漂亮多了。邱姑娘，你这具身体太弱了，不到3息便绞裂了，实在是丢人啊！不管了，还是正事要紧。听人说与道侣合修后，能明显感受到体内灵气增加。我这便试上一试，看这条路行不行得通。所有的路都断绝了吗？我还不如自行了断，免去再受5年的身心折磨。完成第1次双修，获得修行点2，可加到修为或技能上哦。穿越2年，受尽磨难，金手指终于出现了吗？姓名秦耕耘，寿命35，剩余5年，修为炼气2层，职业丹师学徒，夫妻亲密度5，你没救了，亲密度过低，无加成可用。修行点2全都加成到修为上。
还差6点修为就能突破至炼气3重了，得再搞一些修行点。他刚从魔窟中逃出升天，方才又初为人父，想来是极为疲乏了。我这时候还只想着自己，真是畜生不如啊！若是硬要来，亲密度的数值就会降低，实在得不偿失啊！秋姑娘，你获得修行点2，夫妻亲密度过低无加成。加点，继续加到修为上。邱道友，方才一同调息行气之时，为何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冰寒？我乃天生寒脉。天生寒脉，那为何冰寒过后，我又感到一股炽烈的灼热？我在魔门遭受折磨，火毒入体，是以体内冰火2重天。怪不得，不是我的问题就好。邱姑娘，你放心，日后我必会好好待你。今日你也耗损了心神，早些歇息吧。秋姑娘，你获得修行点2，夫妻亲密度过低无加成。这样下去，我修为没提升上来，身子就被掏空了，恐怕还活不了5年呢。夏青莲，今日你深以污秽，便放下一切自傲，与这男子秦家双修，早日恢复修为，为师尊和同门报仇雪恨。不，青莲门圣女夏青莲已经死了。从今日起，我就是秋之河，一个不知羞耻、一心只为双修的卑贱女修。只是这样的修炼之法，需道侣身心同步，方可提升最大。这秦征云太弱了些，需想想法子才行。穿越过来2年多，修为一直停滞不前，没想到一夜洞房花烛效果居然这么明显。等等，如果我多取几房，是否能提升得更快呢？必须尽快提升修为，才有活命的机会。秦公子，昨日你才娶了妻子，今日怎么又来我姻缘阁了？莫非秦公子太过刚猛，你那小消气承受不住，还需再找一房小妾？王婆，我确实想再找一房妾室，你帮我物色一下吧。修为和相貌都不重要，只要彩礼不高就行。没问题，我今天就给你找几个合适的。那就多谢了，我有时再过来。连续请了2天假，管事已经对我非常不满了。秦道友早啊！王道友、徐道友早。昨日你请了假，错过了大场面。什么大场面？房主昨日炼出了一枚冰清丹，那可是2品灵丹，在市面上能卖到100灵石呢。冰清丹吗？秋梅体内的丹毒是一种顽固的火毒，冰清丹正是可以解火毒的灵丹。不过即便是100灵石，对我来说也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巨款。虽然前路困难重重，不过眼下总算是看到了点希望。唉，还是赶紧去干活吧，不然又要挨骂了。魔门被剿灭之事，你们应该都听说了吧？但你们知道魔门圣主和圣女是怎么死的吗？怎么死的？这魔门圣主和圣女被3大宗门的高手围攻，2个大魔头眼看不敌，竟当将合体，要用出惊天魔功，所幸被3大宗主阻止，最后2人双双爆体而亡。可是我听说魔门圣主也是女子啊，如何合体？那你就别管了。说起来，当年3大宗门与魔门和谈，我还远远看到过那魔门圣女夏青莲。据说这夏青莲美艳妩媚，你可曾看清？何止是美艳，那一双腿高挑修长，上身又宛若巨桃，简直就是勾魂夺魄，绝世无双啊！可惜啊，如此绝色就这么死了。要是能与她共度春宵，此生无憾啊！那可是杀人无数的魔门妖女，你这身板连移花楼的小翠都压制不住，还是算了吧。徐成，你怎可空口误人清白？小翠昨晚才夸我修为博大，还精神呢。哼，就你
公子，好消息！今日正好有几位寡妇，还有几位怡红楼从良的女修前来相看道侣。我对他们说了你的情况，他们都很满意，就等你来挑选了啊！勾栏从服的也会来姻缘阁相看道侣？你们看不起勾栏女修，他们的身家可是不菲，又个个身怀绝技，你要能娶回家，那是你的福分。我还是先看寡妇吧。这位长雪的寡妇，竟是天生火灵体，与我很是匹配。彩礼也只要10枚灵石，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今晚回家就与邱姑娘言明，若无意外，明天便能迎娶妾室了。回来了，我煮了粥，吃一点吧。这我管你体力不济，便在粥里加了8极天、营养膜和养草，只是煮的稍久了些。你快吃吧，趁热效果更佳。娘子，我有件事想与你商量一下。我今天去了一趟姻缘阁。邱道友，你，邱道友，获得修行点2，亲密度过低，无加成，修为炼气2层满，是否立刻突破？给我突啊！你还好吧？娘子不用担心，这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好，再来。邱道友且慢，邱道友，你一个弱女子，还是要多休养身子，切莫操劳过。邱道友，夜已深了，我们还是歇息吧。Later。秦公子，方来你说有事与我说没？没事了。常道友，抱歉了，我家中一个妻子便已应付不起，实在无力再娶你，你我终是无缘了。我穿越修仙界，身中丹毒，只有寻求道侣双修，才有一线生机。但我万万没想到，修仙世界居然也要彩礼。身无分文的我，却捡了个魔门圣女做娘子。这娘子性格高冷，为何在夫妻之事上却那么执着？也太反差了吧？难道是因为我时间太短了？等咱修为提上来了，一定要好好锻炼一下身体，不能再做实习哥哥了。翌日清晨，我趁着秋之河还没睡醒，偷偷调出了系统面板。昨天一共获得了12点修行点，还没来得及选择突破，就被连续压制了。系统提示：为已突破至炼气3层。算上剩余修行点，我意念转动，将10点全都加到了职业上。这下我就可以试着自己炼丹了，离去除丹毒又近了一步。分配好修行点后，我简单洗漱了一下，便准备去炼丹房上班。此时秋之河也起了床，嫁衣也用完了，换给谁？隔壁的一对道侣为人不错，你要是无事，可以和他们多来往。至于住在西边的那位道友，不太正经，不管他对你说什么，你都不用理会。好，昨晚的粥还有很多，我给你热热。不用了，我点卯快来不及了，你自己吃吧。刚走出门，我就听见隔壁一阵动静。这两人怎么大白天就……这位道友，你就是秦耿云刚娶的娘子吧？不管他对你说什么，你都不用理会。我嘴角一抽，赶紧装作没听见，直奔灵丹房。我赶在点卯前来到了灵丹房，一进门就碰到了王成和徐丽，这两人一脸疲惫，显然昨晚又去怡红楼听曲了。秦道友，我们先去睡一会儿。杨管事来了，你就说我们在后院打扫。两位道友放心，若有事我来教你们。多谢秦道友，改日请你去怡红楼听曲。那倒是不必了。摸鱼二人组找了个房间睡觉，我则一边打扫院子，一边想着该如何借用炼丹房的设备来提升我的炼丹技术。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王成和徐丽呢？杨管事，他们在打扫后院。灵丹房里的差事也分高低，从上到下是灵善手、丹毒工和丹炉工。灵善手负责在炼丹时煽动控制灵火，对修为有所要求，因此地位最高。丹毒工常年接触毒性药渣，属于拿命去拼，地位次之；而丹炉工最为无关紧要，平时清扫一下丹炉，相当于保洁，地位最低。那方老头呢？方道友昨日试完药，身体不舒服，今天告假了。还好师傅今日不炼丹，否则就耽误事了。这种病样子，
迟早让他滚蛋。杨管事，我有件事想请教，闲暇时我能否借用一下那间闲置的炼丹室？若房主允许，我也可以出一些费用炼丹；若实在不行，我也可以买下那青铜炉和灵扇。是，院子扫干净了吗？丹炉里的丹渣换了吗？在这儿做什么白日梦呢？5时前把事情都做好，否则我扣你的零食。看来只能去夜市碰碰运气。有时我从灵丹房散值出来，便来到彩凤街东街，这里是云林镇的夜市，每晚都会有很多摊贩在这里兜售物品。吃了和合丹，道里叫得欢，一枚只要1灵石。龙寿、黄玉龙，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单身女修必备。黄道友、莫道友去哪儿了？秦道友来了，莫道友给人送货去了，很快回来。那我帮他守一会儿。我在旁边无人值守的摊位坐下，这个摊位的主人是一位女服师，也住在翟雨巷。说起这位女邻居，我也是颇为佩服。她只有炼气2层，白天做工，晚上摆夜市，凌晨回去修炼画符纸。若努力就能成功，那我相信她早就是元婴大能了。莫道友，等你多时了。秦耿云，你怎么来了？莫小兰，夜市里你熟悉一些，可否帮我问问有没有卖丹炉和下品灵山的？你修为有突破了？侥幸而已，刚突破到炼气3层，进阶到了一阶炼丹师。还2年了。你终于打破桎梏了，恭喜啊！丹田不是废了吗？用了什么功法修炼的？不会是双修之法吧？我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就算突破了，也买不起炼丹用的丹炉和灵扇，无法炼制解毒的丹药。你随我来，此人在夜市里门路最广，我帮你问问他。哎呦，生意兴隆啊！莫小兰，你不看着你的店，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那想娶你做妾的老头又去骚扰你了？还是想买2手丹炉和下品灵山，你可有门路？丹炉、灵山，你一个符师买这些做什么？是他要买吧？是我买，你价钱实在一点。也是你运气好，昨日正好有人在我这里挂了一座青铜炉和一把下品灵扇，这位急于出手，丹炉加灵扇一共才要40灵石。40灵石，把我卖了也买不起啊！你少唬我。在你这里挂卖的东西大多都来路不明，我买下也有风险。40灵石，我不如去福元阁了。那福元阁里一座2手青铜炉，也得100灵石，你倒是去啊！也好，多花些灵石，总好过惹麻烦。我们走。何必如此着急？价钱还可以谈的嘛。郑道友，我这里还有事，不便久留，一口价。丹炉加灵扇，10枚灵石。你不愧是夜市杀价王。罢了，丹炉加灵扇，20灵石，不能再少了。13、18、14、15，成交。郑道友，这价格是要丹炉和灵山无损才行，你得先让我看看货。这我自然晓得，等卖家改日带上东西来此，你再带你家小男友来验看。郑老板默契，以后肯定给你多介绍客户。这种扒皮虽然心黑，但信誉向来不错，我倒不担心他卖的东西有问题。莫道友，若不是你，我怎可能如此低价购得丹炉和灵扇？多谢了。客气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啊。对了，你炼丹需要什么药材？我打算炼制清风散，需要1株青灵草和取毒虫花。我打算炼制清风散，需要1株青灵草和取毒虫花。我可以帮你留意一下价钱。那就多谢了。我得回店里了，丹炉那边若有消息，我立刻告知。好，那我也回去了。2人分开后，我径直返回了家中。虽然这莫小兰既漂亮又能干，但我却从未考虑过将其收为道侣，因为我觉得像莫小兰这种有追求的女性是不会走双修这条歪路的。回来了，快吃饭吧。这是何物？十全大补粥，里面加了鹿茸、锁阳、阴阳货、韭菜籽、肉苁蓉、海马、菏丝籽、黄金、覆盆子、肉桂，可补气血不足、体力不济。我操，这种全是壮阳药材。知和，要不我们一起喝吧？我若喝了，体内冰火2重天更甚，你恐连10息都撑不住。罢了，就当是为了男人的尊严。灵芝盆，家里哪来的这东西？我是灵芝师。他居然是灵芝师，有机
是不是有免费药材用了？在这方世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名丹师最大的梦想就是娶2个妻子，一个能让药田生机盎然，一个能护炼丹阵稳若磐石。夜深了，我莫名小腹一紧，警惕地看着对方。虽说我也想尽快提升修为，但昨晚已经6次，今日怎么也得休息一下，否则在死于丹毒之前，我就得先死在妻子的裙下了。还是早些歇息吧。那行吧。吃了那么多大补之物，今日好好休息，明晚我定要大展神威，挽回男人的尊严。秦道友，你怎么言而无信？获得修行点2，亲密度过低，无加成。不是说要早些歇息吗？不过30息而已，不耽搁休息。翌日清晨，我趁着秋之河出去买早饭之际，调出了系统面板。昨晚被碾压3次，辛苦一夜，其实只辛苦了5分钟，便得到了6点修行点。这么一算，还是挺赚的。系统修为和职业各加3点。如果夫妻感情一直不增进，需要劳作2000多次才能到炼气4层。虽然每晚都是他主动所求，但到了白天又立刻恢复冰冷。到底怎样才能提升亲密度呢？张公子，皮包馅的，来尝尝。老板，给我拿5个肉包子。秦耿云，你真的娶妻了？小兰，你今日出门这么晚啊？今天夜市那边有事，我请了半天假，你吃了吗？我路上吃。郑道友已经找了丹炉的卖主，约好今晚把东西带去东市。太好了，那我晚上过去。晚上我在夜市等你。多谢。你我之间不必如此。你快走吧，有猫要晚了。好，那晚上见。何时才能用上这上千灵石的高级货？秦耕耘，你在做什么？杨管事，我刚打扫完丹炉，稍事歇息。是师傅炼丹时才坐的地方，是给你休息用的吗？对不住，我马上出去。站住！这2日西丹房需要修缮，你们都不许进去，听到了吗？方主那日不是说要将西丹房改成储物间吗？人方主要做什么？还要向你解释吗？不用，我去做事了。黄道友、徐道友昨晚又去怡红楼听曲了。秦道友真乃我们的知己也。有所不知，昨日怡红楼出了新花样，实在有趣。哦，又有何新花样了？呀，那些女修全都把头发染成了红色，还穿上了红纱云纹袍，妖娆舞动，任君采撷，实在是勾人心魄，回味无穷啊！为何要那样装扮？你居然不知道？那魔门圣女夏青莲平日里就是这副形象啊！哦，他们这是玩角色扮演呢。秦道友，这形容贴切。看是你们垂涎夏青莲已久，她活着时只敢暗中意淫。哼，现下她已死，终于暴露心思了吧？秦道友，你怎可凭空污人清白？我等那雅修。那夏青莲虽作恶多端，那也算风华绝代。我等此举也是感怀红颜薄命而已。我懒得跟他们继续扯淡，于是问起西炼丹房修缮之事。刚才我偷偷进去敲了一眼，里面并没有人在修缮，并且那座旧丹炉和灵扇都不见了。快请进，我叫陈芳，这是我的夫君张成。道友，你贵姓？我叫秋之河，来还你们嫁衣。邱道友太客气了，还亲自送过来。快请坐。陈道友，最近翟雨巷有没有新搬来的陌生人？前晚酬时，我看到3个黑衣男修鬼鬼祟祟的，也不知是做什么的。那么晚，你还在外面？不瞒你说，我与夫君打算延续子嗣，所以那一晚我们睡得有些晚。我是趴在窗前时看到的。邱道友，你也是妇人，应该懂吧？是熄灯的事而已，为什么会折腾到仇时？而且为何会趴在窗前？邱道友，你过来是特意问这个的？不，我是想来请教，怎么煮粥会好吃一些。晚上我带着零食来到夜市，莫小兰和郑八皮已经在摊位上等着了。金道友，郑道友帮我们与卖主商议了一下价钱，卖主愿意再降3灵石。真的吗？那太好了，12灵石就能买到一座2手丹炉和下品灵扇，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秦道友真是好运道啊！卖主说他不愿出面，东西放城东破庙了，随我来。这不就是灵丹房里那座青铜炉吗？联想起白天杨凤山以修缮之名不许别人进入西丹房，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杨凤山如此遮遮掩掩，很明显是背着方主在倒卖灵丹房的公共财产。如果我买下了，
会不会惹麻烦？秦耿云，你怎么了？小兰，这座丹炉我不能买。为何是嫌太贵了？如果你灵石实在不够，我可以借给你。不是价钱的问题。我明白了，你的顾虑是对的。这丹炉你的确不能买。我走到青铜炉前，围着炉子煞有其事地观察起来。炉太过老旧，你看这里还有炸炉的痕迹，算买回去也没办法用。闹友，你莫唬我！我虽不是丹师，但看东西的眼光还是有的。啊，这青铜炉虽然旧了些，但炼制低品丹药绝对没问题。秦耕云他就是丹师，怎会看错？想来是卖主隐瞒了这丹炉的缺陷吧。郑八皮半信半疑，但我执意不买，他也没办法，只得悻悻地带两人离开。还是麻烦你，再帮我留意，再有合适的立刻告知我。唉，行吧。想要粥煮的好吃，诀窍有三：一是米，二是佐料，三是火候，需小火熬煮，方能将食材的味道与粥融合。这是秋之河白天从隔壁陈芳那里学来的，因为我每次吃他煮的饭，都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身为魔门圣女，她要证明自己，即使是在厨房里，也不比任何人差。嘿嘿，成了，他差不多也该回来了。小兰，不用送，我回去。秦耕云，恭喜你啊，恭喜你娶妻了，也没请我这邻里去喝杯喜酒。别取笑我了，你知道我的情况，此番娶妻双修，若再不成，我便只能断了道心，找个青山绿水之地了，自残生了。所以我才恭喜你啊，突破炼气3层，进阶一阶丹师，道侣双修有成啦。小兰，你走的是堂皇大道，日后成就定在我之上，这番话确实是真心的。不管在前世还是在此方修行世界，我终究还是愿意看到像莫小兰这么努力的人能成功。不管如何，莫忘了你我之约。自不敢忘。到那一日，我请你喝最好的灵酒。告别莫小兰，我推门进屋，顿时一股香味扑面而来。吃饭吧。娘子，这是你做出来的粥。邱道友，今晚我们就说说话。十全大补粥也没效果。我的意思是，你我已是夫妻，但我对你却了解甚少。今晚我们不做其他，促膝长谈如何？你想知道什么？你老家在哪里？可还有亲人朋友？对，将来有何打算？为何一定要知道这些？因为我们是夫妻啊。未来要共度漫长岁月，自然要相互了解。我来自北荒边缘的一个小村，又10倍圣教，不是，被一个小门派选中，成了外门弟子。与同门外出历练时，被魔门所掳，幸得一位义士相救，辗转至此，才保住性命。那你为何不回故乡？所有同门和亲人都已经被杀死，回不去了。对不起，邱道友，你想不想听听我将来的打算？我想在5年内筑基，成为4阶丹师。好高骛远。你说的对，不过我体内的丹毒日渐扩散，如果5年内不能成为4阶丹师，就炼不出冰心回春丹来解毒，到时候无名休矣。我若能度过此关，成为大丹师，我就在彩凤街，不，在镇阳城买一座灵脉仙府，让你过上好日子。我要睡了。翌日，我去灵丹房后，秋之河素手微扬，一枚淡蓝色的种子便没入灵芝盆中，随后掌内灵力涌入，一株青灵草便冒了出来。我骗了你，将你当做双修的工具，这青灵草就当做补偿吧。我到了灵丹房，第一件事就是走进西炼丹室，透过门缝看去，只见郑八皮卖的那座青铜炉赫然摆在里面。想来杨凤山昨晚没能卖掉，又连夜放了回来。杨凤山在坊里报酬最高，按说不该缺钱，为何他要做这么冒险的事？若是真的卖出去了，又该如何向房主交代？方老头，你2天都没来，扣你1块灵石。杨管事，方卓答应过我休息，这2日不扣我报酬的。你们3人只归我管，你没向我告假，扣你灵石有何问题？我儿子马上要交灵院学费了，请你高抬贵手啊！不要整天把你那中品灵根的废物儿子挂在嘴边。他在修士灵院的资质就是垫底，根本无望进镇阳宗外门。你在这里做什么？杨管事，我想打扫一下这间炼丹室，不知为何门锁上了。昨天不是说了吗？这间就炼丹是要修缮，闲杂人等不许进去，听不懂人话。好的，
那我去打扫别处。晚上我回到翟雨巷，见不少邻里都站在外面，神情都有些严峻。张道友、陈道友，这是怎么了？出事了，刚才有鬼修劫到，一名丹师被当场杀死了。看来最近我要早些回家了。我回到家，就见秋之河今日换了件红霞罗裙，头发也仔细梳理过了，完全没了初见时的狼狈模样。她身形虽娇小，但气质出众，该突出的地方极为突出，穿什么衣物都颇有韵味。邱道友，你好美。别贫，快吃饭吧。对了，刚才听说巷子里有鬼修杀人劫道，你最近切莫出门。鬼修劫道？邱道友，别愣着，你也吃啊。嗯。没想到他今日竟如此温顺，原来攻略性格冰冷的妻子也是一种趋势呢。饭后我洗好碗，来到卧室，忽然觉得小腹中涌起一股股热流。我看向秋之河，却见对方已经脱了外衣，坐在床上。邱道友，又在粥里加了药材。过来。我突然想起那日他说过，若他喝了10泉大补粥，体内冰火2重天更甚，自己恐怕连10息都坚持不住，心中顿觉不妙。邱道友，你做什么？获得修行点2，夫妻感情正3。我看着浮现在空中的虚幻文字，心中悲喜交加。喜的是与秋之河的夫妻感情提升了3点，显然是昨晚的促膝液弹起了作用。悲的是，果如他所言，他喝了大补粥之后，我居然真的连10息都坚持不住了，这也太欺负人了。下一回我必重整旗鼓，好好整治你。邱道友，容我说一句，以后煮粥可否别再加料了？午时疲惫的我已沉沉睡去。黑暗中，一道娇小的身影下了床，来到窗边，静静地看向对面左侧的屋子。还有花谢花开，10年不因永不息。等老子以后发达了，让你们这些女修都穿上红纱云纹裙，扮那魔门圣女来伺候我。前辈饶命啊！我什么都给你们。呀，居然是头肥羊！好了，动手吧！你是何人？处死！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你方才说什么？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不是这一句。前辈饶命之前那句，我说要让那些女修都穿上魔门妖女的红纱云纹裙，好好伺候我。秋之河一拍手，声音中多了几分娇憨，却又带着令人心悸的寒意。那好色男修眼睛都看直了，劲色胆包天地，伸手去抓秋之河的脚踝。我受伤了，前辈可否送我回去？呼啸而过，水花。前辈，此药名为失心丹，每月都会发作一次。若得不到我的灵气缓解，你们将经脉寸断而死。失心丹是由失心草炼制而成，必须由5阶灵之师培育而出。也就是说，他至少是一位5阶灵之师。前辈饶命啊！从今日起，不许再出门劫掠，不许再做惹人注意的事。谨遵前辈法旨。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等是血丹门的人，但已被逐出门派，无法在南外之地立足，是以才来到此处。既是血丹门的人，那你们应该有丹炉吧？别说是食心毒，犹如蛊虫，可让下毒之人随时间看中毒者的言行，还可在千里之内催动毒性发作。大哥，眼下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样？自然是谨遵前辈法旨，明日为时，将丹炉送至敌雨巷。翌日，我睁开眼睛，只觉得小腹疲累，腰膝酸软无力。以后不能再如此了。系统、修为和职业各加8点。终究还是要想法提升夫妻感情，否则还等不到炼出冰心回春丹，自己就要先死在双修之路上了。白天无话，晚上我又来到夜市，因为正八皮那边又有丹炉的消息。道友，我帮你把丹炉拉回去吧。麻烦莫道友了。你稍等，我跟郑道友再交代几句。你稍等，我跟郑道友再交代几句。郑道友，这件事以后切莫在秦道友面前说。莫道友，可惜我家中已有3个母老虎，不然我定要设法娶你了。郑道友说笑了，我此生只靠自身修行，绝不会走双修之路。莫道友，多亏了你帮忙，大恩不言谢。你我之间怎还如此客套？
这丹炉沉重，我帮你抬进屋吧。莫道友，这位就是我的妻子，名叫秋之河。啊，邱道友，我叫莫小兰，就住在对门，以后有事可随时找我。多谢莫道友，这丹炉我帮他搬回家，你先回去吧。邱道友，我们把丹炉搬回家吧。哼。看着秋之河转身进屋，那曼妙却透着几分冷意的背影，我站在院子里，望着面前这尊足有100来斤重的半星丹炉，不由得苦笑一声。娘子真不搭把手啊！我这炼气3层的孱弱身躯，你就不心疼吗？我试探着朝屋里喊了一声，屋里安安静静，只传来一声极轻的冷哼。得，这是醋坛子彻底打翻。刚才对莫小兰那句“这位就是我的妻子”，不仅没能宣示主权，反而因为莫小兰过分热络的帮忙，触动了我这位高冷娘子敏感的神经。我无奈地挽起袖子，深吸一口气，调动起体内刚刚突破到炼气3层的那点微薄灵力，咬紧牙关，像个凡俗夫子一样，半抬半拖地将丹炉往屋里。只听得青石板地面发出刺啦刺啦的摩擦声。等我满头大汗的把丹炉安置在偏房，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刚洗了把脸，走到堂屋，就见桌上摆着2副碗筷，还有一盆热气腾腾的粥，不用猜又是加了料的。那股子浓郁的药膳味，混杂着鹿茸和淫羊藿的奇异香气，直冲天灵盖。我只是闻了一下，就觉得后腰隐隐作痛。吃饭。秋之河端坐在桌边，面无表情地吐出2个字：之河啊，这丹炉我算是买回来了，明日我就能开炉炼制清风散，只要药材备齐，我这丹炉就有救了。我试图转移话题，满脸堆笑地坐下。秋之河瞥了我一眼，淡淡道：莫道友真是热心肠，连这等重物都要亲自帮你搬回来。看来你们平日里在夜市没少互相帮衬。一时间嘛，我帮他看摊，他帮我讲价，仅此而已。在我心里，莫道友那是心向大道的女强人，秦耿云只拿她当兄弟看。兄弟。秋之河挑了挑眉，不置可否地垂下眼帘，将一大碗浓稠的药粥推到我面前。既然要炼丹，身子自然要补好，吃吧，别辜负了这时全大补的药性。我看着那碗仿佛在冒着诡异红光的粥，咽了口唾沫。为了不惹恼这位随时能决定我生死的娘子，我只能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灌了下去。这天夜里，翟雨巷的某间屋子里又上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单方面碾压。哪怕我已经突破了炼气3层，哪怕我已经是个1阶炼丹师，在秋之河那深不见底的冰火2重天体质面前，那碗十全大补粥非但没能让我重振雄风，反而像是在烈火上浇了一勺热油，让我体内的灵力彻底暴走。娘子，轻点儿，我这腰……你不是说要大展神威吗？连30息都撑不到，还敢在外面乱认兄弟？翌日清晨，我双眼凹陷，扶着墙根艰难地爬下床。秋之河已经去早市买包子了，我靠在床头，颤抖着点开系统面板。昨夜双休劳作一次，严重透支，获得修行点4。当前夫妻感情15，小有芥蒂。系统，这夫妻感情怎么还带往下跌的？昨晚那么卖力，居然因为吃醋扣了我好感度。我欲哭无泪，咬了咬牙，我将这宝贵的4点修行点全部加在了体质上。不加不行了，再这么搞下去，解毒丹还没炼出来，我就得先交代在床上。随着暖流流转全身，酸痛的腰肌总算恢复了几分力量。洗漱完毕，我拖着脚步赶往灵丹房点卯。刚踏进灵丹房的大院，我就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劲。平日里早就该在后院摸鱼的王成和徐丽，此刻正战战兢兢地站在大堂外，连大气都不敢喘。怎么回事？我压低声音问走过来的老方。老方昨天告假，今天脸色依旧苍白。出大事了！老方凑到我耳边，声音发抖。房主昨夜突然回来了，今早去西炼丹室查探，发现那座青铜炉和下品灵扇损坏了。我心里猛地一咯噔，损坏了？不是杨凤山昨天想卖给我的那套设备。他昨晚搬回来的时候，肯定弄出了破绽。正想着，大堂里传来砰的一声巨响，茶杯摔碎的声音震得人心惊肉跳。杨凤山，你好大的胆子！房主愤怒的咆哮声传了出来。西炼丹室的青铜炉虽然老旧，但也是灵丹房的财物。炉底那道裂纹是怎么回事？还有那把灵扇里面的飓风阵怎么会有被磨损的痕迹？你当老夫眼瞎吗？师父息怒啊！杨凤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因为恐惧而变了调。西炼丹室年久失修，弟子是真的不知情啊！也许是手底下那些杂役干的，对，肯定是秦耿云那个废物！我操，这狗东西死到临头还想拉我垫背！我立刻大步跨进门槛，不卑不亢地拱手道：“房主明鉴，
弟子秦耕耘，这几日一直遵照杨管事的吩咐，在后院清理丹渣，从未踏足过西炼丹室半步。杨凤山猛地转头，指着我破口大骂：“你胡说！前天中午我还看到你在西炼丹室门口鬼鬼祟祟。”杨管事，那天是你亲口对我说，西炼丹室要修缮，闲杂人等不许进去。我冷眼看着他，不仅是我，王道友和徐道友也听得清清楚楚。若房主不信，大可传他们进来问话。房主脸色阴沉的一挥手，王成和徐丽两人陡如筛糠的爬了进来。这两个家伙虽然成天想着怡红楼，但脑子不傻，知道这时候绝不能跟杨凤山绑在一条船上。禀房主，秦道有所言句句属实，杨管事确实下过严令，谁也不许靠近西丹房。房主冷笑一声，看着面如死灰的杨凤山：“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老夫看你是中饱私囊，想拿去夜市倒卖，结果没卖成，又偷偷搬回来，可坏了吧？来人，脱去他的管事服，废去他灵山守之职，将这孽徒给我逐出灵丹房。”师傅饶命啊！杨凤山惨叫着被两个护卫拖了出去。看着他被拖走的背影，我惊出一身冷汗。幸亏昨晚在夜市，我看出了那丹炉的猫腻，顶住了便宜的诱惑，没有买。若是贪了那点小便宜，今天被废去修为，赶出云林镇的，恐怕就是我了。修仙界的险恶，真是一步一个坑啊！一场风波平息，房主揉了头没醒，看向我们几个底层的杂役。西丹房虽然炉子坏了，但日常的清理不能停。秦耕耘，既然你做事稳妥，以后这整个丹房的清扫和库房的整理就交由你负责，月例给你涨2块零食。多谢房主。我心中暗喜，这不仅涨了工资，而且整理库房意味着我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炼丹的废料和药材的边角料了。午时散职，我心情大好的走在回宅雨巷的路上，怀里揣着刚发的薪水，家里还躺着昨晚刚买的合法丹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能买到青灵草和去毒虫花，今晚就能开始炼制清风散了。我暗自盘算着。然而，当我走到自家院门外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我家那破旧的院门前，一左一右跪着两个身穿灰袍的男修，两人鼻青脸肿，身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一副刚被人狠狠蹂躏过的模样。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他们两人中间，赫然摆放着一座半人高的黑色丹炉。那丹炉通体玄黑，炉身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吞云兽纹，虽然没有火光，却隐隐散发着一股厚重的灵气波动。这成色，这质感，绝对是一件中品以上的法器丹炉，比我昨晚花15块零食买的那个破青铜炉不知道高级了多少倍。我倒吸一口凉气，脚步顿在原地。那两个跪着的修士听到动静，猛地抬起头。当他们看到我时，眼中竟然爆发出一种如见亲爹般的狂喜，甚至还有一丝极度恐惧的颤抖。秦前辈，您终于回来了。其中一个缺了半颗门牙的修士连滚带爬的扑过来，却又在离我3尺远的地方猛地刹住车，砰砰砰的磕起头来。你们是谁？在秦某家门前作甚？我警惕的后退半步，手已经扣住了袖子里那张仅有的低阶火弹符。秦前辈莫慌，我们是来送礼的。另一个刀疤脸修士指着那尊黑铁丹炉，满脸谄媚。这是我们兄弟2人偶然得来的一件宝物，听闻秦前辈精通丹道，特地送来孝敬您的。我眉头紧锁，大脑飞速运转。送礼？我一个炼气3层的底层杂役，谁会给我送这么贵重的法器？这两人一看就是常年在刀口舔血的狠角色，怎么会在我面前像个孙子一样？无功不受禄，两位认错人了吧？我只是一介杂役，买不起这样的宝物。我果断拒绝。天上掉馅饼，往往地上有个大坑吃。不，绝没认错，您就是翟雨巷的秦耕耘，秦道友啊！门牙修士急得快哭了。前辈，这丹炉您千万得收下，您要是不要，我们兄弟俩就没命了啊！他说的没命，是指昨晚被那个恐怖的红衣女魔头秋之河为了试心丹，如果不按时把丹炉送到我手上，他们就会毒发身亡。但在我听来，只觉得莫名其妙。是啊，前辈，您大人有大量，行好，收下吧，就当是我们为昨日巷子里的冲撞赔罪了。刀疤脸也在一旁苦苦哀求。昨日巷子里的冲撞，我想起昨晚邻居们说有鬼修结到的事，难道就是这两个家伙？可他们为什么要给我送丹炉？难道是认错了哪位大佬的家门？不管你们有什么目的，这东西我不能要，赶紧带走。我态度坚决。就在这时，院子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邱之河穿着一身素净的粗布衣裳，手里还拿着一块抹布，一副居家小媳妇的模样走了出来。他神色平淡地扫了那2个邪修一眼，目光在那尊黑铁丹炉上停留了一瞬。接触到邱之河目光的瞬间，那2个邪修浑身猛地一颤，就像是被洪荒猛兽盯上了一般，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当家的既然是别人的一片心意，放在门口也碍事，不如就先搬进院子里吧。邱之河语气轻柔，甚至还带着几分罕见的温顺，但听在那2个邪修耳朵里，这就是催命的法旨。对对对，嫂夫人说的对，我们这就帮您搬进去。2人如蒙大赦，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抬起那重达数百斤的黑铁丹炉，风一阵似的冲进院子，稳稳地安放在了院子中央。秦前辈、嫂夫人，东西送到了，我们就先滚了。2人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巷子，那速度仿佛背后有元婴老怪在追杀。我呆立在院子里，看着面前2座丹炉，偏房里我买的低配版和院子里这座豪华高配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穿越者福利系统？不仅送点数，还附带了霸王硬上弓的强制送你服务。这世道骗子可真多。这丹炉看着唬人，估计是个什么邪门的玩意儿。我摇了摇头，对邱之河说：“之河，你离远点，别沾了什么晦气。”邱之河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似乎对邪门玩意儿这个评价很不满，但很快被他掩饰了过去。既然送上门了，我看这炉子比你昨晚买的那个结实多了。你不是要炼药吗？不用白不用。他淡淡的说完，转身又进了厨房。我仔细一想，也是我现在穷得叮当响，买药材的钱还没凑齐。若是能用这好丹炉提高炼丹的成功率，倒也是件美事。至于这2人是谁派来的，大不了以后我就修为了得，再还这份人情就是。系统调出炼丹师面板，职业1阶炼丹师，掌握丹方清风散，未入门。我深吸一口气，走到平日里邱之河摆弄花草的角落，准备清点一下家里还有多少灵石可以拿去买青灵草。然而，当我的目光扫过那个平时不起眼的灵芝盆时，整个人瞬间僵住。盆里原本只是一堆普通泥土，此刻却傲然挺立着一株散发着淡淡青色光晕的灵草，草叶晶莹剔透，纹理清晰可见，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扑面而来。这是10年份的青灵草。我揉了揉眼睛，简直不敢相信，市面上普通的1年期青灵草就要2块灵石，这株10年份的少说也值20块灵石，而且有价无市。我猛地转头看向厨房，之河，这盆里的草是怎么回事？我震惊地喊道。邱之河从厨房探出头，手里还拿着一根正在削皮的黄瓜，语气要多随意有多随意。哦，你说那个草啊，我见那花盆空着，昨天去菜市场的时候，有个老农卖不知名的草籽，我看着挺绿的，就顺手撒进去了。怎么长出来了？随便撒的草籽长出了10年份的极品青灵草。我倒吸一口凉气，感觉自己的常识正在被按在地上摩擦。难道我老婆是某种万中无一的灵芝天才？难道我老婆是某种万中无一的灵芝天才？还是说，我秦耕耘的时来运转终于真正开启了？这个高配丹炉有了极品药材，只要再去夜市买点曲毒虫花做辅料，我体内的丹毒今晚就有救了。之河，你简直是我的福星！我激动地冲过去，一把抱住他，在他那白皙冰冷的脸颊上狠狠亲了一口。邱之河娇躯一僵，手里削到一半的黄瓜啪地掉在了地上，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极为复杂，有惊愕，有一丝慌乱，还有一股极其隐蔽的只有魔门圣女才有的杀气。获得修行点1，夫妻感情正午。看着飘过的好感度提示，我心头大喜，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在修仙界无异于是在虎口拔牙。今晚我要开炉炼丹！我意气风发地喊道，转身冲向院子里的黑铁丹炉。而在我身后，邱之河摸着被亲过的脸颊，眼神深邃地看着我忙碌的背影，低声自语：等你成了高阶丹师，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说自己时间短。酉时刚过，天色彻底暗了下来，云林镇的夜市渐渐喧闹起来。长街两侧挂起了点点灵光灯笼，宛如一条匍匐在夜色中的长龙。我揣着刚发的2块灵石，再加上之前的全部身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彩凤街东街。此时，莫小兰的摊位前正围着几个散修，我没去打扰他，而是径直找到了正在一旁兜售破铜烂铁的郑八皮。郑道友，生意可好？郑八皮一抬头，看见是我。那双精明的小眼睛顿时眯成了一道缝。哎呦，这不是秦道友吗？听说今日灵丹房出了大变故。我心里暗笑，表面上却装作一副后怕的模样。侥幸侥幸而已，不说这个了。郑道友，你这儿可有驱毒虫花？年份越足越好。驱毒虫花，这可是炼制解毒类丹药的辅材，气味极其刺鼻，寻常修士避之不及。秦道友，这是要开炉炼丹了？郑八皮一边说，一边从储物袋里翻找起来。这你别管，
有没有？有，自然是有的。郑八皮摸出一个用油纸死死包裹的小包，刚一打开，一股极其刺鼻的腥臭味便弥漫开来，熏得旁边几个路过的散修连连捂鼻大骂。这株驱毒虫花虽然只有3年份，但阴干的极好，药性一点没流失，一口价1块半零食。1块？我面不改色的砍价。你这玩意儿放在手里也是吃灰，除了我这种急需清毒的人，谁会买这臭气熏天的东西？郑八皮苦着脸犹豫了半天，最后猛地一拍大腿。罢了罢了，就当是结交秦道友这个未来的大丹师了。1块零食拿走。付了钱，我将驱毒虫花揣进怀里，又去莫小兰的摊位前打了声招呼。秦耕耘，你买到药材了。莫小兰刚刚送走一个买符箓的客人，擦了擦额头的细汗，转头看着我。凑齐了，多谢你昨晚帮我搬丹炉。等我炼出丹药，清了这身丹毒，一定请你喝镇阳城最好的灵酒。我爽朗的笑道。莫小兰看着我，眼神中闪过一丝异彩。你今日的气色似乎比昨日好了一些，看来你那位位秋道友友把你照顾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莫小兰在说照顾这2个字的时候，语气有些微妙。那是自然，我娘子可是个贤内助。我哈哈一笑，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昨晚被秋之河单方面按在床上摩擦的凄惨画面，后腰顿时隐隐作痛。告别了莫小兰，我一路飞奔回翟雨巷，推开院门，那尊黑铁丹炉依旧静静地矗立在院子中央，仿佛一头蛰伏的巨兽。秋之河那屋的灯已经熄了，看来是睡下了，这正合我意。炼丹最忌讳打扰，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刚刚进阶的一阶菜鸟来说。我深吸一口气，走到丹炉前，将那株犹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10年份青灵草以及那株臭气熏天的驱毒虫花，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一旁的石台上。系统调出清风散丹方。脑海中瞬间浮现出炼制清风散的每一个步骤、火候的控制以及药材投入的顺序，成败在此一举。只要炼成这炉丹药，我体内的丹毒就能化解大半，再也不用像个病秧子一样苟延残喘了。我双手结印，调动起体内炼气3层的灵力，猛地一指点向黑铁丹炉的底部阵火。噗的一声轻响，一团赤红色的灵火在炉底升腾而起。这黑铁丹炉不愧是高级货，导热极快，且火力极其均匀。第一步，提纯驱毒虫花。我捏着鼻子，将那株散发着恶臭的灵草投入炉中，在灵火的炙烤下，驱毒虫花迅速枯萎，化作一滩散发着腥味的黑色药液。好，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融合青灵草。我紧张的手心直冒汗，小心翼翼的将那株10年份的青灵草投入炉中。然而我大大低估了10年份灵草蕴含的恐怖灵力。青灵草刚一入炉，不仅没有像驱毒虫花那样迅速融化，反而爆发出了一股极其庞大的木属性灵气。这股灵气犹如一头脱缰的野马，在黑铁丹炉内横冲直撞，瞬间将我那点微弱的赤红灵压制的几乎熄灭。嗡嗡嗡，厚重的黑铁丹炉竟然开始剧烈的震颤起来，炉盖被里面狂暴的灵气顶得哐哐作响，仿佛随时都会炸开。我操，要炸炉了！我脸色煞白，我区区一个炼气3层的菜鸟，强行炼制10年份的极品灵草，这就好比是一个3岁小孩抡大锤，根本控制不住这股力量。给我压住啊！我拼尽全力榨干气海中最后一丝灵力，死死地按住丹炉，试图稳住火候。但丹炉的震动越来越剧烈，炉壁甚至透出了一丝危险的红光。完了，这可是我倾家荡产凑齐的药材，这一炸，不仅我解毒无望，只怕连这小院都要被炸平一半。就在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准备迎接爆炸的冲击波时，一门之隔的卧室内，原本在黑暗中熟睡的秋之河缓缓睁开了眼睛，他那一双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无奈的叹息。真是不让人省心。秋之河连床都没下，只是慵懒地抬起一根纤细银白的玉指，隔着窗户，冲着院子里的黑铁丹炉轻轻一点，一道肉眼根本无法察觉的幽蓝色灵光，犹如鬼魅般穿透了墙壁，无声无息地钻入了黑铁丹炉之中。嗡！奇迹发生了，原本狂暴的几乎要将丹炉掀翻的木属性灵气，在遇到那丝幽蓝色灵光的瞬间，就像是老鼠见了猫，瞬间变得温顺无比。原本即将熄灭的赤红灵火，也仿佛得到了某种神助，火势骤然平稳，化作一团柔和的文火，将青灵草的药力一丝不漏地提炼出来，与黑色的驱毒虫花药液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闭着眼睛等死的我，等了半天也没听到爆炸声。我小心翼翼地睁开眼，却见丹炉已经彻底恢复了平静，炉底的火焰极其稳定，一股沁人心脾的奇异药香顺着炉盖的缝隙飘散出来。这怎么可能？我呆滞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满脸不可思议。难道我在生死关头激发了体内的某种潜能，或者是这黑铁丹炉自带的防御阵法起作用了？
果然，我是有大气运在身的穿越者，天不亡我秦耕耘。我狂喜出声，也顾不得探究原因，赶紧按照系统提示的最后一步，打出收单法诀。起，炉盖翻开，3枚圆润饱满，表面还带着一圈淡淡青色丹纹的丹药，静静地躺在炉底。叮，恭喜宿主成功炼制变异清风散，入品级，炼丹经验大幅提升，熟练度正50。我激动的手都在抖。入品级，一般的清风散只是不入流的散剂，但我用10年份青灵草炼出来的，居然成丹了。我迫不及待地捏起一枚还带着余温的丹药，一口吞了下去。丹药入腹，瞬间化作一股清凉的气流，犹如一阵狂风，席卷过我四肢百骸的每一条经脉。那些常年淤积在我体内的暗黑色丹毒，在这股清风的冲刷下，犹如冰雪消融，迅速被剥离出来。噗！我猛地吐出一大口腥臭的黑血，但吐完之后，我却感觉浑身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压在背上的一座大山终于被移走了。原本凝滞的灵力也开始顺畅运转，隐隐有了突破炼气4层的征兆。解了，丹毒至少解了7成。我兴奋得恨不得仰天长啸。不仅如此，我感觉自己的体能气血都达到了穿越以来的最巅峰。我转头看向秋之河那间漆黑的卧室，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狂笑。哼哼，娘子，你之前仗着我身中丹毒，体虚气弱，天天晚上欺负我，今晚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重振雄风。我迫不及待地冲到水缸前，用凉水冲洗掉身上排出的毒垢，然后犹如一头下山猛虎，雄赳赳气昂昂地推开了卧室的人。借着月光，我看到秋之河正侧卧在床上，被子勾勒出他曼妙诱人的躯形。吵什么吵？大半夜的不睡觉。秋之河的声音透着一丝刚被打扰的慵懒和不耐烦。睡觉？今晚还睡什么觉？我3步并作2步跨上床，一把掀开被子，目光灼灼地盯着他。娘子，为夫的丹毒解了，今晚我要一雪前耻。秋之河微微一怔，似乎没料到我解毒后第一件事居然是跑来找他算账。他那双漂亮的眸子在黑暗中闪烁了一下，随后嘴角勾起一抹极其危险的冷笑。哦，一雪前耻，秦道友，你确定？少废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祸期少年穷。今晚你要是还能让我10息之内缴械，我情字倒过来写。我大吼一声，如同饿虎扑食般扑了上去。半个时辰后，系统，救命！我像一条死狗一样趴在床榻边缘，双腿不受控制的痉挛着，两眼无神的看着屋顶的横梁。昨夜双修劳作一次，被降为打击，存活时间45息，获得修行点6，夫妻感情正2。虽然从10息进步到了45息，虽然我的丹毒解了大半，但在秋之河那仿佛无底洞般的冰火2重天体质面前，我依然是个弟弟。秋之河慢条斯理的将滑落的香肩重新引好，居高临下的看着气若游丝的我，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45息，秦道友，这就是你的30年河东。我眼角滑落一滴屈辱的泪水，咬牙切齿。你等着，等我突破筑基期。随你。秋之河打了个哈欠，翻身向里睡去，只留给我一个冷酷无情的后脑勺。但在我看不见的阴暗角落里，这位魔门圣女的脸颊上却悄然浮现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绯红，连带着呼吸都微微急促了几分。这傻子，经脉刚通就这么乱来，刚才若不是我偷偷收了3成阴气护住他心脉，他怕是又要废了。秋之河在心里暗骂，但嘴角